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念念餐酒馆，我是念念。终于来到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份，表示圣诞节很快就会到了。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如何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的圣诞 party， 教大家一起完成前菜、主菜、配菜、甜点和主餐酒。那一般来说，我在家里举办 party 的时候，我会在前一天就准备一些事前的工作。那 party 当天会比较轻松，也不会手忙脚乱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吧。这次的 party 我准备烤乐排当主菜，烤乐排得提前腌制1天。我挑选的乐排是1公斤，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乐排重量去调配酱料的比例。详细的食谱与分量我会放在以下的资讯栏里。首先，我们先加入辣椒、蒜头和洋葱，罐头的去皮番茄丁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新鲜的番茄，孜然粉、砂糖、黑白胡椒粒、盐巴、食用油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最后米酒。再将所有的材料打成酱料。如果觉得搅打不动，可以加入些许的开水，到可以顺利搅打就好。将酱料倒入锅子里加热至稍微浓缩，再倒入水淀粉勾芡。将一部分的酱料先舀起来，留着当明天的蘸酱。等待酱料凉了后，将酱料均匀涂抹在两面的猪肉。如果你更讲究一些，可以用叉子在猪肉两面戳洞，烤出来会更入味。只是我忘了拍下这步骤。盖上1层保鲜膜，再放入冰箱腌制。中间如果你有想起来，就帮他们翻面一下吧。明天我们会用低温慢烤的方式来烤乐排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甜点。甜点也是可以提前准备的菜色，那明天就会节省很多时间。我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草莓面包布丁，它方法非常简单，事前准备和烘烤的时间都很短，卖相也挺好的，很适合当 party 的菜色。首先倒入一些朗姆酒或是白兰地到葡萄干里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提前半天浸泡。在开始前，我们先将烤箱预热至190度。将鸡蛋搅拌均匀，加入盐巴、砂糖及牛奶，再将它们搅拌均匀。详细的配方可以参考下面的资讯栏哦。接下来将吐司去皮，皮先不要丢掉，我们等等会用到。再切成小丁状，我自己是切成16块。家里如果有干掉的面包，都可以做成这一道面包布丁。在烤盘上涂抹一些奶油，避免沾黏。烤盘尺寸是18乘12乘4公分。将面包铺在烤盘上，放入酒渍葡萄干，再倒入酒。再淋上淡奶液。轻轻压一压面包与葡萄干，确保它们完全浸泡。休息10分钟。在吐司边上涂上些许的奶油，可避免被烤焦哦。在放入烤箱前，将吐司边放在表面上。我们要来烤面包布丁了，以190度烤30分钟。第15分钟的时候，可以将烤盘翻面。在等待烘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先切草莓丁，加入1点蜂蜜，搅拌均匀。第25分钟，取出面包布丁，在吐司边之间铺上蜜过的草莓丁，再烤5分钟。准备出炉。凉了后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。
明天在布丁面包上撒一点糖粉就可以直接吃咯。最后我们可以将明天的热红酒先煮起来，顺道分享一下，煮好的热红酒放置1晚后味道会更浓郁哦。在锅子里放入2根肉桂棒、2颗八角、4颗丁香、5克陈皮、2片月桂叶、2颗白豆蔻。我喜欢再额外添加一些磨成粉的香料，肉桂粉、丁香粉、豆蔻粉各1克。将香料放入过滤袋里，在锅里加入400毫升的柳橙汁，与香料一起煮到沸腾。再倒入红酒，这里我选的是微甜、带有气泡感的红酒。待会儿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加糖了。香料可以放隔夜，要喝前再滤掉。那如果你不喜欢那么重的香料味，可以放置1-2个小时就取出，煮到热红酒冒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大滚哦。明天要喝前记得再加热。那我们今天的准备工作就到此结束咯。今天我们的宾客会在傍晚6点抵达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处理昨天腌制的猪肋排，它需要至少4个小时的烘烤时间。将猪肋排放在烤盘上，再包上一层铝箔纸，以135度低温烤3个小时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趁这个空档布置家里。你可以挂上一些吊饰、彩旗、彩灯、窗花，去增加家里的圣诞气氛。现在我们可以来准备配菜的部分。我准备了一些耐烤的根茎类，像是红萝卜、马铃薯、南瓜、洋葱和节瓜来做成烤蔬菜。将根茎类切成厚片或厚条状，根茎类只需要洗干净，不用去皮。将切好的蔬菜都放入大碗里，加入些许的盐巴、黑胡椒、橄榄油、蜂蜜做调味。搅拌一下，再将蔬菜铺在烤盘上，待会儿我们再烤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四季豆，先煮1锅水，去除四季豆的蒂头与纤维。水沸腾后，将四季豆放入，加一点点盐巴，煮到水再次大滚就熄火。这时候四季豆是翠绿色的，取出四季豆后泡冰水，可以增加它的脆度哦。撒上一点盐巴，待用。现在烤肋排已经烤了3个小时，我们将肋排先取出，再将烤温升到220度，肉质应该是非常软，刀子可轻松插入的状态。在肋排表面上刷上一层蜂蜜。将肋排与根茎类一同放入烤箱，10分钟后将肋排取出翻面。翻面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肋排已经非常软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破坏了它的肉质。再刷上一层蜂蜜。蜂蜜的作用除了上色好看之外，也可以为肋排增加一些焦香气哦。继续放入烤箱烤10分钟。烤肋排准备出炉，这时候可别忘了烤箱里的烤蔬菜，可以将它们稍微翻面，再继续烤20分钟。那距离我们宾客抵达的时间还剩下1个小时，那我们现在来做最后一道菜——起司盘。起司跟红酒一样，它是需要提前醒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提前1个小时做，时间是刚刚好的。
我今天使用的起司盘尺寸是45公分乘以30公分，那它的分量大约适合4到6人，那给大家参考一下尺寸。我们要组成一个起司盘，需要一些材料：起司、腌制肉片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水果。那还有腌制食品，那我选择了橄榄，绿色还有黑色的橄榄，坚果，还有一些佐配的酱料，最后还有调味比较单纯的饼干。那我们要如何选购起司呢？一般来说，起司是按照它的软硬度来做类别上的区分。像国外的话，他们就会分成软的、半硬的和硬的。那今天的部分我选择了 Brie 是软的起司。那介于中间呢，我就选了2种，一个是Gouda，一个是 Manchego， 都是羊奶起司。那最后硬的部分，我选择了 Parmigiano 24个月的 Parmigiano。肉片啊，还有其他食材就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去挑选。像今天是圣诞节嘛，所以我就挑了一些比较有喜气的、比较有节庆气氛的水果来做搭配。那肉片的部分，我选择了4种，有培根、有风干火腿、有萨拉米，还有香肠。那具体我们要怎么样去组装这个起司盘呢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将盐巴、黑胡椒、橄榄油、蜂蜜倒入希腊优格里。搅拌均匀，这一道咸的优格酱就做好咯。至于甜的酱，我用的是自己做的草莓果酱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摆盘了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将 Brie、坚果、橄榄和酱料错开摆上。第二步，我们要来摆上肉片。教大家一个小技巧。你可以取一个杯子，铺上一层一层的萨拉米或者是香肠，再将杯子倒过来，就会形成漂亮的肉片玫瑰。可以将杯子直接倒扣在起司盘上，这样子就很容易取出肉片了。再将火腿、培根卷起来，随性放在起司盘上。第3步，我们要将大块的起司切成小片状。首先使用刨刀将 Parmigiano 刨成薄片，再将 Manchego 切成三角形。Manchego 的外围是以蜡制成的保护层，你可以把它切除，再切成自己想要的分量。Gouda 也一样可以切成三角形。那吃不完的起司，我建议你可以真空起来，然后保存在比较冷的冷藏室。最后我们就可以用水果和饼干来做最后的点缀。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随性将空隙填满就好了。那拍完照片后，你就可以稍微将 Brie 切开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是将它对半切后，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也同样是三角形状，方便宾客的使用。趁
着我朋友还没抵达之前，我先来布置一下餐桌。你可以在桌上加一些圣诞主题的餐垫、纸巾、蜡烛，都是非常加分的。我的朋友们终于到了，我们先来上起司盘。别忘了那一锅昨天煮好的热红酒哦。这时候，我们的主菜和配菜都完成了。今天的烤乐排灵感来自于美式烤乐排。传统的烤乐排不只是材料比较难取得，制作过程也比较繁琐。经过多次研究，我将原本的食谱简化了，再运用中式调味料的搭配，同样以低温、长时间烘烤，做出这一道入口即化、香气满满的烤乐排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蘸一些昨天预留的酱料，或是撒上一些辣椒粉。这一次我做的辣椒粉是以干辣椒与甜红椒粉去做搭配，再配上简单的烤蔬菜和四季豆，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简单，可是又很好吃的圣诞餐。Like a makeover. Oh, Christmas. The word that's out on the street is that the season's complete when hearts are open. Everyone out there deserves a little bit of love, tenderness and smiles so sincere. 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喽。那这里是念念的餐酒馆，如果你喜欢我或我的影片，欢迎来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先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啊，烦嘞。